大家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了。如果要问仪态当今娱乐圈哪位女明星逆袭最成功，那我会说不是杨幂，不是谭松韵，不是杨紫，也不是迪丽热巴，而是周冬雨。毕竟从她身上随便拿下一个标签下来都是不容小觑。一部《山楂树之恋》让还在读高三的她顶着谋女郎的光环入圈，一部《七月与安生》让她成功拿下金马奖，有了踏入演技排行里最大的底气，一部《少年的你》让她斩获金像奖和百花奖，双料影后报身一跃成为顶流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周冬雨还获得了一项含金量极高的大奖——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10佳电影女演员奖。仪态为什么说含金量极高，甚至堪比金马奖和金像奖呢？看看获得这项大奖的都是哪些演员，你就知道了。全国10佳电影男演员颁奖给了成龙、黄渤、周星驰、周润发、梁朝伟、刘德华等10位手中。全国10佳电影女演员奖则花落张曼玉、巩俐、林青霞、刘晓庆、章子怡等10人手中。这份名单中，除了周冬雨，哪个不是德艺双馨的老前辈？哪个不是中国影坛响当当的人物？有哪个不是白发丛生？唯有周冬雨年纪轻轻，甚至连30都未过。可以说，年仅28岁的周冬雨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质的蜕变，站上了圈内残酷食物链的顶端。可是，好像自从周冬雨用演技征服大家之后，早年对她长相、人品、绯闻的争议似乎一瞬间烟消云散了。如今一提起周冬雨，好像只有又水又灵的赞美声。那仪态今天就来当一回互联网经营大师，和大家唠一唠她这些年是如何在一条黑红之路中杀出重围的吧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周冬雨在被张艺谋选中出演《山楂树》之前，绝对就是那种淹没在人群中平平无奇的路人甲，而这一切都被高三的那场艺考悄然改变。2010年，周冬雨在班主任的建议下决定报考艺术学院舞蹈系，来到南京参加艺考。当时张艺谋导演的新电影《山楂树之恋》正在寻找女主静秋，周冬雨恰好被剧组的一位副导演看见，拦住她拍了一段小视频。结果就是这段小视频让她在近万名演员中脱颖而出，被张艺谋挑中。当时的她18岁，表演经验为0。张艺谋形容她完全是个不起眼的小孩，又瘦又小，我们说像个豆芽菜。这样的形象与原著中前凸后翘的静秋反差甚大，但耐不住张国师眼光毒辣，就是认准了她。最终周冬雨也不负所望，处女作就获得了华表奖优秀新人女演员奖。不过那时并没有多少人看到她的天赋，因为大家都在讨论周冬雨的长相。毕竟在她之前的几任谋女郎可都是这样风华绝代的大美人啊，而那时寸寸土土又怯生生的周冬雨，对比之下气质真的是断崖式下跌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周冬雨不但被人们称为最丑谋女郎，还要面对接踵而来的污言秽语。因为拍摄，周冬雨错过了2010年的高考。《山楂树之恋》官宣时，她跟着张艺谋做客北电。在见面会上，北电院长张慧君就向周冬雨发出邀请：明年你哪儿都别考，就考北电。张艺谋随即替周冬雨拍板：你呀，明年就考北电，别考中戏了。于是次年，周冬雨从报名北电到3次面试，每次亮相都引起了全民关注和媒体围堵报道。最后意料之中，周冬雨顺利被北电录取，但是被爆出的超低文化分数却又遭人口舌，有黑幕、被照顾等等。虽然北电院长迫于压力出面否认照顾周冬雨，还说张艺谋也从未有问过，但这其中有没有水分，只有他们心里清楚了。那2年的周冬雨，从入学成绩到高中绯闻被扒了个精光，围绕在她身上的争议不休，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到周冬雨经纪人手机上，无一例外都是侮辱谩骂。后来周冬雨在《鲁豫有约》中谈起那段经历，称有时候我会觉得还挺难过的，那时候尤其是我正值高考的时候，特别难过。还好她遇见了杜洋，并认作干妈，通过她签到了北京18经济文化，投身内地第一经纪人王金花门下，亲自为她量身定制了校园青春剧《同桌的你》，热度才有所回升。只是这个长了一张青春脸的周冬雨，私生活似乎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单纯。与一部一部戏接踵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绯闻。李庚希在和周冬雨合作《同桌的你》之前，有一个相恋9年的女朋友闹姑，他们屡次被拍到在公众场合拥吻。2013年8月，《同桌的你》开拍，李庚希、周冬雨迅速擦出火花。10月某天深夜被拍到甜蜜相拥。
在亲密照曝光后，林更新方表示已于9月和闹姑提出分手，这是周冬雨第一次陷入小三丑闻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又传出周冬雨介入阮经天和许莹莹的恋情，导致他们8年恋情生变。不过这个传言很快就被卓伟的另一个大锤攻破，因为他们拍到了周冬雨在三亚与一男子共进豪华别墅，共度春宵，而且忘拉窗帘。周冬雨无奈承认恋情，此男子叫田明星，是个富二代，两人是北影同学。短短几年时间，无缝衔接的绯闻为周冬雨博得了不少版面。然而这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新人，一开始就被打上了私生活混乱的标签。再加之后来他在和黄渤、徐峥合作的《心花怒放》里饰演的是一个杀马特发廊小妹周丽娟。在这部片里，她一改往日清纯形象，顶着爆炸头，画着粗眼线，言语和行为都极尽粗俗。电影中放飞自我，再结合现实中的种种黑料，周冬雨的形象在大众心里怎么也不算光彩。后来在录制《极限挑战》时被痛批没教养、情商低，看碟下菜，叫黄渤博哥，却直呼王迅大名。而且王迅2次求合影都被他拒绝，还嘲笑了前辈没见过世面。节目播出后，周冬雨的社交平台瞬间沦陷，全民网暴，喷她没礼貌、不会说话、耍大牌。那时只要提起周冬雨这个名字，基本上都是厌恶和批判。在综艺中试水失败的周冬雨口碑全线崩塌，面对恶评如潮的现状，且只有一个办法扭转黑屏，就是用作品说话。就在这时，7月与安舒的剧本放到了周冬雨的手上。在这部曾国祥导演加陈可辛监制的电影中，周冬雨被调教的仿佛脱胎换骨，演技突飞猛进，最终一鸣惊人。电影上映后，24岁的周冬雨以黑马之姿摘下了所有标签，拿下了当年台湾金马奖的影后。也许是和曾国祥导演第一次合作的太默契愉快，两人之后又再度联手，周冬雨和易烊千玺搭档主演曾国祥导演的校园题材《少年的你》，在戏里大飙演技，好演员加好团队加好题材，这部电影果然爆了。上映3天，票房破5亿，最终总票房15.58亿，获得金像奖12项总提名。曾国祥获得最佳导演，易烊千玺获得最佳新演员，周冬雨则荣获影后，一个字儿绝，堪称国内校园现实电影的天花板。该夸夸，该说说。其实以太一直认为，作品和人品在演员的身上本来就是2件事情。不同于某些爱豆，周冬雨在演员这个职责上没得话说，自带天赋，无师自通。她扛过了被全网骂的黑暗期，最终用作品让那些黑屏熄火。如今还自立门户当老板，不受任何人制约，这是她的本事。而人品和个性呢，我们再怎么说，怕也很难一蹴而就。只能说相信陈可辛和张艺谋顶尖大佬级别的导演的眼光，专业的事儿相信专家的眼光。新中国成立70周年10佳女演员中唯一的年轻女演员，就说明和代表了周冬雨的水平。果然丑小鸭逆袭变天鹅的故事永远都不过时啊！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